他们已经去过明月山庄的坟冢了。苏宁溪的关中是空的。下一步他们就要去镜花宫了。谢雪神再聪明，应该也想不到，你离开了两界山，竟会来我这里。这不就是阁主的意思吗？平日的药，每月初1便会送达，本月已至初8，还不见药的踪影。阁主，不就是想逼我亲自来一趟吗？这旁人都说南庄主如春风暖玉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，说话便带着刺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想当年，你被继母手足所害，被邪修囚辱折磨，屠刀之下，可是我救了你一命。有时候想想，你倒不如不救。但活下来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并未逼你。世间万年，总共就出了2个天生识窍之人。谢雪尘过的潇洒恣意，怎么你就落得如此地步？你生息一段9分，剩余1分，也不过苟延残喘。我给你选择，想死，便拿着剑了断。想活，便服下这药。不过这药有个坏处，一旦服下，便需每月续用，如此方能保全生机。若是停用，不出1年，便会燃尽寿元，加倍痛苦而亡。若只为报仇，你死了，我照样可以帮你报。你可想好了？灵族今天来屠庄，你事先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恨我和星夜？所以你就任由灵族他们来屠庄？薛氏和弟弟恨我，所以他们与人合谋毁我神窍，
您待弟子镇压灵族，所以引灵族来涂庄复仇。这是我的命数，也是您的命数，我们玉秀山庄的命数。父亲，您是要为了一个已死的废子，毁掉一个活着的宗师，对吗？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这云秀山庄的庄主。你该报的仇报了，想见的人也见了。南庄主，我要的混沌珠又在哪里啊？当年我承诺阁主，为你做3件事以还恩。阁主所提的第1件事，在运秀山庄设杀阵，拖延谢雪尘回朝；第2件，破解雍雪城双向结界，放赤影入朝。这第3件，虚设9方御龙阵，为灵族留下入城通道。3件事，我皆有达成。至于阁主没有得到混沌珠，那是阁主的失策，与我无关。可南庄主一边帮助修仙阁，一边又助谢雪尘对付修仙阁，这让我很为难。阁主为难，是阁主的事情。我不是阁主的手下，自不必听命于你。哦，至于阁主要以药相逼，其实这药你给与不给，于我而言都一样。南庄主名震天下，我岂敢相信？只是我有一事不明。南庄主等候多年，终与故人重逢。当真可以放下？当真不想据他为己有？可要我替你杀了谢雪尘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阁主没有关系。我早说过，我不过问你与暗月合作的事，而你也不可以插手我的事情。南庄主不必动气，你所言，我明白了。接下来的事，就不劳烦南庄主费心了。每月的药，我会按时送上，以慰曾经的盟友之情。有一事，我倒是十分好奇。这10余年前，10余年后，阁主的容貌没有丝毫的变化。阁主手上亦有凤隐草、幻影丹之类的千年古物。敢问阁主，年岁几何？我的年纪，从很久之前，我就已经不再计算了，因为早已没了意义。活得久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痛，太痛。公主，仙盟地界都已经派人问询过，目前还没有找到秋民。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哪怕是去暗域，便是死千百人，也要给我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姐姐，我恐怕时日无多了。若是地下相见，你会怪我吗？哎呀，这世道啊，人如猪狗。早知道养这么大要为人所食，那还生他们做什么呀？哎哎哎哎！姐姐。姐姐，我好累，跑不动了。那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姐姐去帮你找吃的。嗯。给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不过是能感受到它的生命，试了试便做到了。太好啦，以后再也不用挨饿了。他们不知道姐姐有这样的本领，一心只想吃了我们，真是太愚蠢了。嘘，此时如果被别人知道，我只会死得更惨。公主，就是这片树林里有一处灵气极为浓郁，恐是有什么奇人在此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你想干嘛？元阴玄女之体。传说竟是真的，世间竟有如此神人转世。好孩子，你多大了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西，今年8岁。阿西，我是镜花宫公主，你愿意跟我回镜花宫吗？我会收你为弟子，教你修道和法术，你可以衣食无忧。甚至长生不老，飞天遁地。我要和我妹妹阿珍在一起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姐姐会一直保护你的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嗯。我没有保护好秋明，你走后这么多年，我什么都没做好。你们跟我一起去暗域搜寻少公主。长老，真的要去暗域吗？那可是桑琪的地盘。长老，是少公主，她回来了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公主，秋民回来了。师傅。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谢城主，你竟从暗域出来了。托公主的福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谢城主此次来，可有何要事？是暗域发生了变故？此事或许与桑琪有关，还请苏公主屏退无关之人。阿珍，我要走了，
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答应了桑琪，和他一起去隐居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永远不跟我分开的。你如今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灵族，难道就要抛弃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妹妹吗？阿珍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再需要姐姐保护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反而是你在保护姐姐了。我拼命练功，只是不想拖你的后腿，不想像小时候一样，让你因为保护我而受伤。如果我变强大，你就要离开，那我宁愿一直做个废物。姐姐，你叛出镜花宫，师父是不会放过你和桑琪的，高凤虚也会派人追杀你们。姐姐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阿珍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遇见那个真正走进你生命的人。我不要！苏宁熙竟敢勾结灵族，如此自荐自贬，简直丢尽了镜花宫的脸。师父，一定是那个灵族用妖法蛊惑了姐姐，才使她迷了心窍。师父千万不要怪罪姐姐。你做得很好。他们约了何时何地离开？明日寅时7刻，风歇亭。你将这瓶捕灵花汁涂抹于镜甲处，假扮成宁熙，诱杀桑琪。捕灵花的香气能够迷惑人的意识，它会使人看到自己内心最想看到的。宁熙，即便是法相修为，你来了就好了，也无法抵御它的迷惑。是我假扮成灵犀的样子，偷了他的春生剑，砍了你的手臂。困兽法阵！困兽法阵已成，莫要再与这个灵族多做纠缠。宁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令我感到恶心。所以，之前的一切，你都是在骗我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我身为镜花宫少公主，怎会看上你这卑劣灵族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是为了活命。谁知你竟当真了，那便索性将计就计。诛杀苍狼族余孽！不是宁熙，师父。可她终究还是嫁给了高凤虚，生下这个孽种。没有，她没有嫁给高凤虚。宁熙死了，她在出嫁前就死了。宁熙，桑琪已经死了，你还是识相一些，乖乖嫁入明月山庄吧。他没有死，你们砍断了他的手臂，
却让他逃走了，是不是？桑琪在风歇亭被我和5大长老围攻，你觉得他还能活命吗？我知道你能让死人复活，为防后患，我已将桑琪的尸体挫骨扬灰，只带回这截手臂与你作证。宁熙，只要你听话，之前的错误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，你别怪师父无情。师父，姐姐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我会劝她的。阿珍，是你扮成我的样子，骗了他，是不是？姐姐，我是真的为你好。够了，苏宁熙，7日之后，明月山庄的人就会来镜花宫迎亲。到时你若不上花轿，我自会有办法让你屈服。姐姐，你就要出嫁了，怎么还帮我梳头？以后，姐姐就不能陪着你了，也没有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了。你记得收敛些脾气，不要太过冲动，免得吃了亏。练功之时，切忌贪功冒进，过犹不及。若是走火入魔，再没有姐姐帮你了。之前想走，却一直舍不下你。我和桑琪说了，等找到落脚之处，若你愿意，便接你过去；若你不愿意，这镜花宫也是你的安身之处。你勤勉要强，又十分听话，资质在弟子之中最为出众。有朝一日，师父定会将公主之位传给你的。我答应过永远陪着你，如今我却要食言了。今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弟子敬你、爱你，你也会遇见那个与你相知相许的人。而桑琪，他却只有我一个，我不忍骗他，更不愿弃他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别喊人，姐姐。3日前，我就服下芳菲钳了。我这副身体，想要求死，也是很难的。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，将我和桑琪葬在一起。若有来世，我再还他一辈子。姐姐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桑琪他没有死，他逃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他的体质生机无限，想要自尽太难了，唯有芳菲钳，天下之毒之物。让他的心脏生受了3日凌迟才能死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不要！你醒了，师父。这是哪儿，师父？姐姐呢？苏宁熙已经死了。原来那不是梦，姐姐真的死了。明日拜堂，仙盟各派都会来观礼。你扮作宁熙，与高凤许成亲。可是姐姐已经死了，那又如何？要是让人知道苏宁熙勾结灵祖，
永生不灭的元婴玄女居然已经死了，以后净化宫还怎么在仙盟立足？宁真，听话，事关净化宫与明月山庄的脸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。宁熙已经死了，我们还得活着。我做不到，师父，我要见姐姐。你拜完堂，我就让你见她，否则你这辈子都见不到。我竟不知他所遭受的一切。我一直以为他背叛了我，伤害了我竟然恨了他一辈子。所以，高秋明是素宁真的女儿，当年嫁给高凤许的是素宁真。师父，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？我倒宁愿秋明是我的孩子，高凤许非要娶宁熙为妻，无非是看中了她的元婴玄女之体。玄女神教乃灵力之源，玄女包公乃生机之本。她生有千年之寿，死后生机不全。高凤许跟妙华便连她的遗体都不肯放过。高凤许将自己的血与混沌珠一同放入宁熙的体内，用她体内的生机加以温养。他想让混沌珠认他为主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混沌珠并没有认他为主，而是在宁熙的体内凝出了一个胎儿，就如同怀胎一样。宁熙的肚子一日日隆起，直到10月孕期，他们剖开了宁熙的肚子。秋明出生的同时，混沌珠就消失了。高凤许与秋明验过血脉，证实两人血脉相连，所以推测是混沌珠与他的精血相融，化形成人。他欣喜若狂，对外宣称宁熙难产而死，并造了假珠，最后妙华将其藏于珠塔。师父，那我是混沌珠吗？昨日之前我也一直是这么以为的，但直到昨日我才发现，我们都被蒙蔽了。混沌珠并未与高凤许的精血相融，它也不是消失，而是逃走了。那一阵刺眼的花光，并不是秋明降生的异象，而是混沌珠降世。他借着那阵光逃走了，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化成了秋明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与秋明都是宁熙的身体孕育而出，
血脉相连。秋明也说过，穆玄灵幼时脸上长着妖纹，那妖纹与混沌珠的圣纹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那不是妖纹，我才是混沌珠。